此外，辽宁号航母首次靠近美国关岛演训受到外界高度关注。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日前发布消息称，在2022年12月17号至12月27号期间，解放军航母辽宁舰、055型驱逐舰鞍山舰和无锡舰、052D 型驱逐舰成都舰、054A 型护卫舰枣庄舰和901型补给舰呼伦湖舰组成的中国海军编队在菲律宾海开展训练活动。日方统计，辽宁舰一共进行了约260架次舰载机起降。美方最为关注的是，辽宁舰航母编队所在区域为关岛以西海域，最近距离关岛仅618公里。当时除了辽宁舰，还有2艘万吨大驱。对此，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前作战主任卡尔舒斯特表示，解放军航母此次行动反映了中国对关岛在美国军事部署重要地位的思考。中国发出的地缘政治和战略信号是，我们能够也可以打击你。观察指出，辽宁舰在关岛附近的演训显然具有战术背景，它展示了解放军在夺取空中优势和控制远离本土的海域方面的能力提升。外界还注意到，辽宁舰航母编队靠近关岛时，解放军东部战区正在台湾周围的海空域组织大规模跨军种联合作战警戒巡逻和联合火力打击演习，以应对美台勾结最近的升级。关岛是美国的非正式领土，在官方用语中被称为美国的领地。关岛人出生即具有美国国籍。关岛孤悬西太，距离美国西海岸约1万公里，距离台湾岛约2700公里。二战后，美国看中了关岛的战略价值，将其建设为第二岛链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也是西太平洋唯一的美军潜艇基地。自2013年以来，美国陆军还将萨德反导系统部署在关岛。但美军近年来渲染解放军海军能力的提升，让关岛面临成为另一个珍珠港的威胁。2022年6月，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阿奎利诺表示，在中国导弹先进能力和更远的射程面前，关岛面临着360度的威胁。有美国军事专家也认为，关岛部署有美国大量的高价值战略资产，但它距离中国太近，不可能防御解放军的导弹，并称一款东风导弹为关岛快递。那包括呢，我们有东风26这种中远程的弹道导弹，同时呢，我们有这个轰6K 型的这个空军的导弹轰炸机我们这个辽宁舰有舰载机嘛，舰载机的这个部队，同时呢，我们像055也可以携带常见系列的导弹巡航导弹，或者是呢最新型的高超音速的舰载导弹。那这些导弹武器这些这个舰载航空兵都可以对于关岛这样的这个深水大洋上的这种岛上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说这一方面来讲，确实这些能力解放军也是客观拥有的。美军目前正在修改关岛的使用方法。美军近日发布的导弹防御评估指出，要在关岛建立新的导弹防御体系，以保护岛上隶属于美军的军用飞机和军舰的各种设施。该报告还宣布，将对关岛的抵御袭击能力提升到与美国本土同等水平。据悉，美国国会已批准了8000万美元给美国导弹防御局用于加快更新关岛的装备。但是，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希尔认为，要提升关岛的防御水平并非易事。而美国印太司令部近年来也提出了分散威慑力计划，将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列为分散部署兵力的考虑对象。Someone gave me the stat yesterday. I used to say it was no larger than the size of the city of Chicago, but it turns out Huntsville's just slightly larger than Guam. And so just to kind of put in perspective, that's the kind of constraints that we have there. And it's going to be tough because it's a tourist spot, right? And it's pretty far away, several time zones away. It's a real challenge. 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刚就任外长的秦刚，新年第一天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了电话，那您对此有何观察？我注意到，根据秦刚自己在推特上的说法，是他主动给布林肯打电话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为了道别，因为他即将离开华盛顿，就任中国外长一职。同时，秦刚还表示，期待为了更好的中美关系而与布林肯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这个也就意味着，秦刚给布林肯打电话，表面上是为了道别，但实际上是为了再见，也就是再次相见。而秦刚选择在元旦这一天打电话，也有期待中美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意味在里面。那么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的信号就是：第一，虽然过去这些年来中美关系波折不断，但中美双方仍然将中美关系视为了最为重要、无法分割的双边关系。
这一点既可以从秦刚从驻美大使一职升任中国外长一职中看得出来，也可以从最近美国国务院专门成立中国小组，以及布林肯将在今年初访华中看得出来。第二，尽管过去这些年来中美两国在各个层面的沟通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从秦刚与布林肯不仅通了话，而且都肯定了双方保持沟通的重要性中，我们可以看出，至少中美在外交层面的沟通还是相对顺畅的。那么第三，这也就意味着双方正在从外交层面的密切沟通开始，落实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在印尼巴厘岛会晤期间就中美关系所达成的共识。那对于2023年的中美关系，你有哪些特别期待吗？对于接下来中美关系，我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那就是过去10年是中美关系碰撞与转型的剧烈动荡期。在度过了这10年之后，也就是从今年开始，中美关系将会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内，中美关系既不会像过去10年那样波澜起伏，当然也回不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那个30年所谓的蜜月期。我之所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是因为过去10年中美关系的剧烈动荡期，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而导致的。而过去10年美国对华政策之所以会出现重大调整，根源又在于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向出现了不切实际的期待，并且最终这些期待都落了空。在这种情况下，先是奥巴马执政时期将接触加防范以接触为主的对华政策调整为了接触加防范以防范为主，后是特朗普主动挑起了对华贸易战，甚至是在执政后期基本上中断了跟中国的接触，并推出了旨在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再后来，这是拜登政府先是以合作、竞争、对抗来定义中美关系，后又将中国定位为唯一竞争对手和日益严峻的挑战。我认为到此为止，美国对华政策的重新定位与调整已经接近尾声。未来无论是谁来做美国总统，也无论是哪个党来执政，这个定位的大方向都不太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另外，为了因应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一转变，拜登政府在外交战略上的布局也基本上大局已定。这个外交战略基本布局指的就是在区域外面拉拢欧盟，共同对付中国；在区域内部进一步强化美日、美澳、美印关系，并推行旨在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而在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以及对华外交战略布局接近尾声的同时，中国对美外交政策与外交布局则一如既往地维持了相对的稳定性。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自始至终坚持了自己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而且中国的执政团队也保持了稳定性。我认为美国对华政策调整接近尾声，以及中国对美政策保持连续性，这2个因素叠加起来，就预示着中美关系将会走出过去10年的剧烈动荡期，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防止双边关系由竞争进入对抗，尤其是进入冲突状态，应该是可以期待的。